欧盟连马桶也制裁了，普京喊话欧盟将为对厕所制裁付出高昂代价。10月23日，欧盟批准了针对俄罗斯的第19项制裁措施。新的制裁清单除了全面禁止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进一步打击影子船队，对银行业、支付系统和加密货币进行限制，还对盐与矿石、建筑材料、橡胶制品等新增出口禁令。但最吸睛的莫过于对生活用品的禁令。欧盟这次是连马桶、坐浴盆、水槽、冲水箱和管道装置这些都不放过，给的理由是这些东西有双重用途，可能被用于军事设施的建设，想从消费品领域把俄罗斯捆紧。但问题是这招根本无法对俄罗斯造成很大伤害，甚至很可能先痛到欧洲自家企业。这种马桶禁令的荒谬性，甚至比早前被俄方嘲讽的拼图和三轮车禁令更加讽刺。在制裁清单中，马桶和坐浴盆竟然被置于与高精尖技术同等重要的地位。欧盟这是在怕什么？还是说制裁工具箱已经被掏空了，连马桶都不放过了？其实早在2023年2月的第10轮制裁草案中，欧盟就曾试图将抽水马桶、浴盆、冲水箱等洁具列入清单。然而当时因为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强烈反对，该提议才没有被通过。这些国家的反对并非出于对俄罗斯民生的担忧，而是出于对本国企业出口利润的保护。欧洲是全球高端卫浴产品的制造中心，包括维宝、宝姿在内的德国和意大利品牌在高利润的俄罗斯市场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针对俄罗斯精英阶层和高端建筑项目。当时他们警告欧盟，对俄罗斯日常用品的制裁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并最终损害欧洲竞争力。于是这个提议被拖到了如今的第19轮制裁。这次欧盟是铁了心要跟俄罗斯全面脱钩，为了让这项制裁看起来合情合理，欧盟将其归类为旨在削弱俄罗斯工业和国防能力的广泛限制清单，马桶甚至成了危险武器，简直是荒诞至极。普京周4在莫斯科被采访时嘲讽欧盟，他们将为对厕所制裁付出高昂代价。这话并不夸张，毕竟欧盟的每一次制裁都是伤敌1000自损800。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迅速崩塌，截至2025年第2季度，双边贸易额较战前下降了82%，俄罗斯对欧盟的进口下降了89%，出口下降了61%。这种贸易的结构性萎缩是以牺牲数十亿欧元的高利润工业品和消费品市场为代价实现的。预计到2026年，俄罗斯卫生洁具及浴室配件市场规模将达到83.4亿美元，年复合年增长率为6.8%。截至目前，俄罗斯仍然是欧洲最大的陶瓷洗涤槽、浴缸、抽水马桶等卫生洁具消费国，年消费量为1100万件，约占总量的23%。因此俄罗斯市场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高端品牌的重要利润来源和增长引擎。但别忘了，俄罗斯同时也是一个卫生洁具生产国，其陶瓷卫生洁具年产量甚至是欧洲第2大生产国葡萄牙的2倍。马桶等卫浴禁令的通过，不仅会让一众欧洲品牌遭受巨大损失，更标志着欧洲企业主动放弃了俄罗斯市场。这种市场份额的短期损失，一旦被第三方迅速填补，就会转化为永久性的劣势。对于俄罗斯而言，他们完全可以在加大国内产量的同时，将进口订单转给其他非欧盟国家。欧盟此举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将市场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中国、土耳其和印度等卫浴制造商，还要多谢你们。值得一提的是，在填补洁具市场空白方面，全球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中国竞争。浙江、广东的制造商完全可以凭借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规模效应和完整的供应链，成为俄罗斯市场最理想的替代者。尽管在制裁前，中国洁具在俄罗斯的全球进口国中排名很后，但随着维宝、高怡等欧洲巨头的退出，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吞噬掉欧洲留下的市场份额。俄罗斯的建筑商和分销商对价格高度敏感，一旦获得成本更低、供应更稳定的替代品，欧洲品牌在未来将极难重返这一市场。